我分类就算是20，外面从这里跳下去也不会被维罗单杀。真香。这一个大招躲草丛啊，直接把你击飞，先把一下搭配队友收掉，这个宠物你个梦梦也要把你收掉。还有一个最惨的这个朗博，他开启撕裂大地，我们要粘他吗？绝对2技能冲上去，把他推在墙壁，再一个1技能强化不够把他收掉。看到一个起头3下就把他秒了，暴击流。这里看到哇，2个最主要的输出位直接大招加普攻把他人都收掉。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，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，大家，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，对，就是你哦，小兄弟。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。Hi everyone，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，这次带来的是维罗直接几乎是重做了，改变成现在超强的一个实战解说。那如果还没订阅窝频道的话呢，请先订阅，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。这里在草丛蹲一蹲，看到飞类想要去拿古龙，他在体验服也好，也是现在这个版本很厉害的一个英雄，几乎是最强的。凯撒路这里直接搭配打野文，把对面飞类打成残血之后，再把他人头收掉。那如果你是玩过维罗或者是玩过凯撒路的话呢，请在下方点个赞。那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、其他英雄的话呢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你喜欢玩什么路、什么英雄。那我的话呢，也会尽量做那个英雄或者那条路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。这里2技能直接哇接大招，把对面飞类就这样的秒了，毫发无伤。为什么现在这个维罗这么的强呢？是因为现在呢他的大招啊，就是你2技能的释放途中呢，可以使用你的大招，所以就是说你的2技能，位移途中先这个蓄力啊，开启大招，到你比方说有点像萨尼啦，萨尼刚好啊，这个1技能冲过去撞到对面的时候呢，再把刚刚已经蓄力好的大招放出来，哇，这种的切牌方式。使得维罗这个英雄呢，在下一版必定是一个超级强势的凯撒鲁英雄。这里我们的安格列小兄弟呢，就直接挂机了，那没所谓啊，直接我们做好自己就好，把兵线整理，2技能往回推，有点像超人或者是萨尼的一个玩法。那这里对面想要来偷这个我们的小野怪，我们直接先把小野怪拿了，就不要管他了。跟对面这个飞类呢，你玩到维罗的话，尽量是把他直接切死，而不要跟他呢在那边让他让他叠自己的被动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反而很大机会会被他不断的吸血吸回来。看到红 buff 区呢有集结一个2技能，打对面的飞类，那可惜呢他这个时间点断我们没所谓。他还有一个1下，我们直接哇，他想要进场，我们把1下直接打得落花流水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没有什么蓝量的一个状况，对面的这个绮罗呢也直接赶过来，哇，这个影分身之术啊，哇，我觉得出了绮罗之后，应该很多小兄弟会想要玩他。把兵线整理就不怕对面呢就这么的越塔，因为毕竟呢我们是有一个被动，这个被动使得维罗十分的特别，就是他可以有一个复活的一个功能，当然有一个冷却在。要知道飞类其实在什么版本都好啊，现在这个体验服版本也好，在正式服也好，都是几乎最强的凯撒路英雄的一个存在。那维罗这个英雄在改强之后呢，我觉得他绝对会是很多人选的一个选择，在改版之后，因为他太过厉害了。原本呢，他的手感呢，什么都感觉就差那么一点点啊，连造型都没有。可是没有所谓，这里直接一个大招上去，把对面蹲草丛的梦梦搭配队友把他收掉，还有一个对面的这个朗博，那我们能把他收掉吗？这个时间点绝对要黏他，绝对要把他往死里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一把直接先做了一个天丛云之刃。为什么会这种的出装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对线呢，首先是飞类飞类这个英雄呢，他即便呢不用出一些
什么雾穿的装备啊，出一个天穹云或者出一个破阵，这种的出装，再出一大堆的坦装啊。比方说对面的飞类啊，一开始就直接做一个反甲。我们做天穹云，就是为了要应对对面的这个飞类小兄弟，还有对面的这个朗博啊。朗博的被动呢，我们出一个更高的物理穿透装备呢，会对他有更大的威胁性。这里我们直接2技能打对面的这个飞类啊，可是对面的这个时间点啊，看到连绮罗都过来，还有对面的朗博，那就不要打了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反而会被对面3个小兄弟围包。可是这个朗博啊，想要收残血的我们反倒是哇，这2个血量把满血的一个坦克最硬的英雄之一啊，这个朗博直接也打成1格血量。那这里看到这个对面的亥牙小兄弟，这里就不必去追了，我们自己是追不到的。2技能的这个释放，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CD 的。反倒是我们的悟空小兄弟呢，他倒是追得到，有加速，再有2技能的一个位移啊。那如果刚刚我们自己也有瞬移，那就可以追。那反而是看到这个绮罗，哇，3下就收掉。果然是这个维罗的3个强化普攻啊，果然是强化，就用强化普攻把对面这个绮罗新英雄，其实新英雄一出呢都是蛮 OP 的。维罗已经在窝的印象中也出了一段日子了，所以其实绮罗呢，如果大家有在体验服去玩他这个英雄，你可以把他玩得很夸张的这个绮罗，把下路兵线呢直接的再整理。那出装方面呢，必须的要出一个能够让你的强化普攻有用的。这里看到哇，对面这个飞类这么的坦，我们一个大招蓄力，再一个2技能把他人头收掉。这里不管队友有没有来，刚刚的飞类也得死了。维罗在这新的这个版本之中，真的是我是感觉呢，这个英雄在职业联赛很有机会呢会出场了。因为这个英雄原本它整个机制就是根本不弱的，那反倒是把它的一些呢该有的手感啊，该有的一些技能，把它更加的优化之后呢，它这个英雄就会变得超级强，像现在在这个体验服一样啊，超级的强。那这里呢，我们想要去我们的上路支援，可是突然间的弹一个这个体验服，就是突然有一些 bug， 重新的开了游戏之后，发现上路、中路的这个高地都已经掉了，下路也差不多的这个感觉啊。幸好我们没有在断线的时候呢自己跑出去了啊，那是更好的。这里看到，对面那么多英雄集结，要 GG 了吗？还有2位英雄在挂机，哇，真的很难受啊！看到这么多的英雄5个就集结了，把兵线先整理呢是比较好的做法啊。兵线整理了，对面就很难去硬拆，找一个很好的机会，2技能加大招，哇！一打对面连这个梦梦也一并跳起来啊！把对面2位英雄收掉之后，还有一个对面的这个朗博，我们的被动现在呢打了出来，可是对面朗博是拿我们没辙的，把兵线直接整理，把对面2个很主要的输出位，一个法师，一个这个射手位，2个都直接收了，守住了这一波啊。那这里呢，把我们的刚刚说的天穹云出了之后呢，出强化普攻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全能武器最大化自己的输出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把逆风或者是想增加自己的容错率的话呢，就做一个冰袍。那因为我们的奥义呢是带到这个暴怒，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再出一个圣剑，最大化自己的暴击伤害。看到中路有集结，这里呢不适宜去切，因为对面的人还是消失蛮多的，可能再打龙，又或者再蹲，把兵线先整理呢是更好的一个选择。
贸然的进场呢，很可能直接就蒸发啊。看到蛮多小兄弟会这么做。这里先把对面的朗博呢直接往回退啊，然后打成只剩下3-4成的这个血量，把兵线不断的整理。然后这个时间点呢，我们出了圣剑之后呢，直接上一个王者之剑啊，王者之剑一出，切对面后排，就是这么爽，很快就可以把对面后排直接切掉。现在你玩这个维罗呢，更多的想要去切对面的一些输出位，看到这里，然后说这个起罗2技呢直接撞上去，直接爆几秒了。不过呢，双拳难敌4手，2位小兄弟挂机的这个状况之下呢，没所谓，我们还是做好自己，拿下这一把的 MVP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MyTeam 的我。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和分享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